敢3次拒绝周星驰的演员不多，王勃算其中一个。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星爷亲自抛出橄榄枝，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闭门羹。这背后的拉扯还要从电影《西游降魔篇》那个难产的孙悟空说起。传言周星驰准备重拍西游题材，满世界寻找孙悟空的扮演者，但你绝对猜不到，星爷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位候选人根本不是混电影圈的演员，而是商业巨头马云。星爷的脑回路简直天马行空，他觉得马云的骨相、脸型，甚至身上那股精明通透的劲，跟在压在五指山下500年的猴妖简直是天作之合。于是剧组的电话直接打到了马云的办公室，结果马云这边的第一反应直接把这通电话当成了电信诈骗。这也不怪人家，这就好比你正忙着几百亿的生意，突然有人打电话说周星驰找你去演男主角，哥谁不觉得是遇到了骗子？直到后来通过圈里的中间人反复核实，马云才确认这事儿竟然是真的。大佬毕竟是大佬，弄清真相后哈哈大笑，直接婉拒了。自己一天要开10几个会，档期比巨星还要满，实在没空去剧组连轴转，更何况自己也不是专业演员，真要是去客串，岂不是砸了星爷的招牌？这条路没走通，周星驰只能调转车头，把目光锁定在了当时势头正猛的喜剧演员黄渤身上。照理说能接到周星驰的邀约，多少演员做梦都能笑醒，这是一步登天的好机会。可黄渤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硬生生把这块金字招牌往外推，而且一推就是3次。黄渤是个聪明且清醒的演员，他太清楚周星驰加上孙悟空放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早在1995年，周星驰在《大话西游》里塑造的至尊宝早就成了华语影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在观众心里已经封神了。黄渤当时的顾虑非常现实，去演周星驰电影里的孙悟空，这就好比去关公面前耍大刀，演的稍微有一点不合观众胃口，唾沫星子都能把人淹死。所以前2次沟通，黄渤态度坚决，找了各种委婉的借口推脱。可周星驰骨子里对电影有一股偏执，一旦认准了，9头牛都拉不回来。眼看助理搞不定，星爷亲自出马了。他拨通了黄渤的电话，他没有开门见山提出邀约，而是说交流一下想法，顺便问一下如果是黄渤来演，他会怎么设计这个孙悟空。这一下算是点中了黄渤这个戏车的死穴。本来是想敷衍一下结果黄渤一张嘴就把自己内心深处对这个角色的疯狂构想全盘托出。他随口抛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概念，如果让他来演，这猴子绝对不是威风凛凛的美猴王，他在五指山下那个阴暗潮湿的洞里被关了500年，风吹日晒，不仅营养不良，肯定还严重脱发。他应该是个秃顶、佝偻着背、神经质，甚至带着点病态的老头。但在这副可怜巴巴的皮囊下面，藏着的是一只狡诈、嗜血、残忍的野兽。电话那头的周星驰听完，激动的猛拍大腿，当场下了定论：这个角色除了黄渤谁也演不了。就这么着，黄渤稀里糊涂的被忽悠进了剧组。而接下来他在电影里的表现，直接给所有的观众上了震撼的一课。电影中，他顶着稀疏枯黄的几根头发，穿着破破烂烂的脏衣服，脸色苍白，眼神里透着一股被岁月压榨出的疲惫和凄点。一开始他伪装成一个无害的，甚至有点可笑的老头，他熟悉跳舞，跟文章插科打诨，但这只是一层伪装。当封印解除，他冲出洞外的瞬间，气场发生了恐怖的逆转。他不再是那个满嘴跑火车的老油条，而是一只真正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妖王。我们用那种冷酷无情、杀人不眨眼的凶残，把原著小说《西游记》里那个身高不满4尺、吃人无数的凶狠泼猴，活生生的踹到了大荧幕上。没有了以往影视作品里孙悟空的英俊潇洒，也没有了英雄主义的滤镜。他不仅没被至尊宝的影子吞噬，反而趟出了一条只属于他黄渤自己的路。后来电影上映，狂揽10几亿票房，打破了多项华语电影记录。黄渤饰演的孙悟空成了全片最大的亮点之一。那些原本等着看他笑话的人，全都乖乖闭上了嘴。这场选角风波最终成了一段英式佳话，也幸亏如此我们才能看到经典的西游教母片。